彭州府九龙县居住着申谦与寇远2户人家，两家的土地相邻接壤。申家请风水先生看地，得知两家交界处有一处极佳的风水宝地，然而正穴的位置正好落在了寇远的土地范围内。申家父子4人仗着家族人丁兴旺，财力雄厚，无视土地界限，强行将家中老母的灵柩安葬在了寇远的地盘上。寇远得知此事后，立刻前去阻拦，双方发生冲突。寇远势单力薄，未能阻止申家，反而遭到申家人的言语辱骂。申家安葬完母亲后，甚至在山上开辟了一条大路，重新划定了界碑才回家。寇家面对申家的强势，只能暂时选择退让，但是这件事情让寇远心中记下了深深的仇恨。事情发生后的第3天，寇远心中仍然感到非常气愤。他托了中间人前往申家，提出既然申家占了自家的土地，理应支付相应的买地钱。申谦听后直接对中间人说，我安葬的是我自家祖坟山，和寇远有什么关系？申家态度坚决，完全拒绝支付任何费用。寇远听到中间人的回话后，将这份怨恨深深埋在心里。时间过去了1个月，此时正值11月20日。这一天的深夜，寇远随身带了一把锋利的尖刀，准备前往申家报复。他要让申家为之前的霸道行为付出代价。寇远扛着一架长长的木梯，悄悄来到了申谦房屋的外墙边。他将长梯倚靠在墙上，顺着梯子安静地爬上了屋顶。随后他揭开瓦片，潜入了申谦的家中。寇远摸到卧室门前，用刀割开了房门的门栓。此时的申家一家7口，男女老少都在熟睡之中，对即将发生的危险毫无察觉。寇远在黑暗中行动，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。寇远进入房间后，趁着申家人熟睡，手持利刀将一家7口人全部杀害。由于是在睡梦中突袭，申家人没有发出任何求救的声响。确认7人全部死亡后，寇远为了掩盖自己杀人的事实，在屋内点燃了火。火势很快蔓延开来，随后寇远顺着原路爬上屋顶，顺着长梯回到了墙外。他完成这一系列举动后，带着长梯离开了现场。寇远虽然杀人放火没有被人发现，但他自己内心也感到非常恐惧。他把长梯拖回自己家门外，还没来得及收进院子里，就赶紧悄悄回到屋内，关紧大门，上床睡觉。不久之后，申家的大火开始猛烈燃烧，发出巨大的爆裂声。周围的邻居被声音惊醒，纷纷起床查看。大家发现大火是从申谦家烧起来的。由于申家周围有高墙，大门又紧紧关闭，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进去救援。大家看着火光冲天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从里面逃出来。大家都认为这是申家自己不小心失火，一家人都被大火烧死在了里面。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寇远先杀人后放火的伪装。到了第2天，当地的里长前往府衙递交呈文报案。里长报告说，乡里的申谦一家7口在昨夜2更时分突然发生火灾，火势极大，城门已经关闭，众人无法施救，可怜一家7口全部在大火中丧生。由于人命关天，理应报告官府，请求派人前往查勘现场，并收敛遗骨。当时的知府名叫朱寿龙，他听取了汇报后，心中立刻产生了疑问。他分析说，即使火势发生的非常突然，也必然会有人被惊醒并试图逃生，怎么可能一家7口人连一个逃脱的都没有？朱知府断定这其中必定有隐情，决定亲自前往现场勘查。朱知府到达申家废墟后，
只见现场满是瓦砾，纵横交错。他立刻命令手下人打水，将还在燃烧的灰烬全部浇灭，冷却。灰烬冷却后，衙役们揭开上面的一层，在下方发现了堆叠在一起的骨骸。由于焚烧严重，这些骸骨已经无法辨认身份。朱知府将四周的邻居拘传过来询问情况，邻居们的说法完全一致，都认为是申家自己失火导致人员烧死。面对这种毫无破绽的供词，朱知府没有放弃调查。他一方面命令申家的亲族仔细搜寻骸骨，另一方面自己乘坐轿子开始在周边街巷巡视，观察各家各户的动静。朱知府巡视到了寇远的家门前，他敏锐地观察到门外竖着一架长梯，梯子的高度超过了屋檐。朱知府立刻叫来左右的邻居，指着梯子询问道：这架梯子是经常放在这里的吗？还是前天夜里为了救火才拿出来的？邻居们如实回答：这梯子平时没放在这儿，前天救火时也没见过，只是昨天才突然立在这里，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缘故。朱知府听完，心中已经有了计较。朱知府派人将寇远带来，直接质问他：你把这么长的梯子放在门口有什么用途？寇远被突然问起，一时之间无法回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找借口说是准备用来修补漏雨的屋顶的。朱知府没有立刻拆穿他，先让他退下。随后朱知府审问报案的里长，寇远和申谦之间以前是否有过仇怨？里长回答：只是上个月因为争夺一块坟山发生过矛盾，并没有其他大的仇恨。朱知府经过逻辑分析，已经确定寇远有重大嫌疑，案件的作案动机和作案工具都已具备，但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来打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。他继续询问报案的里长：你们这个地方谁平时经常做些偷盗的勾当？报一个名字给我。里长如实回答说：这里的小偷确实不少，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叫饶店。朱知府心中有了主意，立刻下令手下将饶店抓捕到案。饶店被带到衙门后，朱知府没有惩罚他，反而立刻用温和的话语安抚他。朱知府对饶店说：地方上报说你做贼，我念在你生活贫穷的份上，把你以前犯下的罪过全部赦免，不再追究。但是你今后必须好好做人，不能再做违法的事情。饶店听后立刻叩头感谢知府的不杀之恩。朱知府接着低声嘱咐他：一会儿在众人面前，我会审问你关于申家失火的事情，你只需要回答你亲眼看见寇远倚靠着梯子上了申家的屋顶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安排。饶店立刻答应下来。安排妥当之后，朱知府召集报案的众人全部来到大堂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命人将饶店按在地上，假装要动用刑杖。朱知府严厉地质问饶店：你每天夜里四处行窃，夜里村里发生的事情你肯定全都知道。前天夜里申家起火，大家都说是你潜入进去放的火，你最好老老实实把实情供述出来，不然今天就在大堂上将你活活打死。周围的群众听到知府这么说，都面面相觑，以为饶店真的与火灾有关。饶店按照之前知府的嘱咐，大声回答说：小人确实每天夜里出去偷盗，但申家放火这件事确实与我无关。那天夜里，小人亲眼看到寇远倚靠着长梯爬上了申家的屋顶，他进去没过多久，出来之后申家就起火了，大人必定要问他才能知道真相。众人听到饶店的话，
都以为他真的是在夜里行窃时目击了这一切。大家并不知道，这是朱知府为了破案，专门教饶殿做出的假证词。听到证词后，朱知府立刻派人将寇远拘捕到大堂。朱知府对寇远说：饶殿亲眼看见你进入申家房屋，你出来后就发生了火灾，这火无疑是你放的。既然一家7口人都没能逃生，必定是你先将他们杀害，然后再放火焚尸。寇远本就心存恐惧，他自己连杀7人，如今被知府审问出关键细节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他认为饶殿真的看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，再无狡辩的可能。寇远绝望地承认了罪行：老爷，洞察秋毫，确实是我先潜入屋内将他们杀害，然后才放火掩盖。如今我用1命偿还7命，死而无怨。朱知府，当庭判决。寇远心思恶毒，手段残忍，他因为争夺坟山的旧怨，残忍杀害申家7口，并放火焚烧房屋和尸体，作案手段极其残暴，这种行为罪大恶极，理应判处死刑并示众，以告慰死者，平息民愤。这起案件最终水落石出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